女孩的身體融進了沙發裡。這起毛骨悚然的案件發生在2022年1月3日。這天，美國路易斯安那州斯拉特小鎮中文译屠宰小鎮接到的一通報案電話，讓這起案件渐為人知。接到報警後，警車與救護車火速趕往案發現場。那是一棟外觀整潔气派的房子，草坪修剪整齊，屋頂與外牆一塵不染，任誰也想不到屋內竟藏着地獄般的景象。隨着救護人員深入房屋，一股混雜着腐爛、糞便與臭蟲的惡臭撲面而來。踏入客廳的瞬間，眾人終於找到了惡臭的源頭，不少人當场忍不住反胃嘔吐。參與現場勘查的資深法醫曾處理過無數腐敗遺體案件，見慣了各種慘烈場面，卻在此刻驚呼，他的職業生涯中從未見過如此駭人的畫面。事後，這位法醫整整1周無法進食、入眠，甚至止不住的哭泣。時隔2年回憶起此事，他依舊哽咽到說不出話。客廳的沙發上蓋着一條綠色毛毯，掀開毛毯的瞬間，所有人都倒吸一口涼氣。一名女子並非躺在沙發上，而是如同融進了沙發裡。她瘦得只剩皮包骨，皮膚鬆弛乾瘪，頭髮凌亂乾枯，不時有蟲子從髮間和衣物裡爬出來。嚴重的營養不良讓她身上的衣服寬鬆得離譜，下身赤裸，雙手抱胸，雙腿已經嚴重萎縮僵硬，不知在沙發上躺了多久。沙发皮革嚴重褪色脫落，凹陷出一個深坑，他萎縮的雙腿深陷其中，皮膚竟與沙发皮革粘連在了一起。醫護人員初步診斷，女子早已停止心跳。小心剝離粘連的皮膚後，沙发底下的景象讓眾人再度震驚，堆積如山的排泄物遍布其間，不僅有人類排泄物，還夾雜着老鼠糞便。凹陷的坑裡更是爬滿了密密麻麻的蛆蟲。沙发背後的木質地板長期被排泄物浸泡，早已發黑翹起。法醫屍檢結果進一步揭開了案件的恐怖面紗，女子頭髮裡、鼻腔裡爬滿蛆蟲，體重僅96磅，約87斤。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，她保持着同一個姿勢，在這張沙發上躺了超過12年。長期固定姿勢導致她臀部皮膚大面積潰爛，褥瘡纏身，骨頭外露引發感染，最終因敗血症死亡。而解剖發現，她的胃裡竟有沙發的黃色海綿碎屑、浸滿尿液的泡沫以及自己的排泄物。法醫化驗後確認，她的最後一餐僅僅是一顆薄荷糖。這名女子名叫蕾西·弗萊徹，1985年11月25日出生，被發現時年僅36歲。她的父親克利福德·弗萊徹是巴吞魯日內戰紀念非營利組織的成員，在當地頗有聲望。母親希拉曾擔任警察、法院書記員，還做過檢察官助理。案發前是市議員委員會委員，同樣是小鎮上有頭有臉的人物。夫婦二人常年去教堂做禮拜，在熟人眼中他們是公認的好人，人人都對他们的人格豎起大拇指。正因如此，案發後警方第一時間將嫌疑鎖定在這對夫婦身上。2022年5月，克利福德與希拉因2級謀殺罪被逮捕，但夫婦二人的說法卻讓案件變得撲朔迷離。據弗萊徹夫婦供述，蕾西從小善良可愛，還是一名活力四射的排球健將。但步入青春期後，當同齡人熱衷於美甲、化妝、籃球、電玩時，蕾西卻沉迷於迪士尼動漫，無法融入群體，逐漸成為校園欺凌的對象。長期的欺凌讓蕾西患上了自閉症譜系障礙，在社交、認知、情緒與行為方面出現明顯困難。2000年，年僅15歲的蕾西辦理了退學手續，開始接受家庭教育。夫婦二人稱，從那以後，蕾西便徹底拒絕出門，情況愈發嚴重，最後連客廳都不願離開，甚至不肯挪開沙發半步，無論誰勸說都無濟於事。為了方便女兒生活，他們特意在沙發旁放置了一個簡易馬桶。夫婦二人的辯護律師史蒂芬·莫更是強調，希拉每天都會回家陪女兒共進午餐，甚至每晚都和女兒一起睡在沙發上。案件曝光後，小鎮居民與教堂信徒紛紛寫信給司法機關，為弗萊徹夫婦擔保。信中反復提及他們愛死了自己的女兒，願意為她付出一切。憑借這些聲援，夫婦二人各繳納30萬美元保釋金後，成功獲得假釋。然而，這些看似有力的證詞卻處處充滿矛盾，根本經不起推敲。首先，若蕾西只是因自閉症不願離開沙發，為何會保持同一個姿勢12年，最終導致骨頭外露、敗血症死亡？對此，弗萊徹夫婦辯稱，蕾西後來患上了一種罕見的神經系統疾病閉鎖綜合症。這種病的患者意識清醒，但全身癱瘓，僅能活動眼球及周圍肌肉，喪失語言能力，堪稱清醒的植物人。但檢察官對此提出強烈質疑。醫學記錄顯示，2002年，弗萊徹夫婦曾帶蕾西看過心理醫生，診斷結果為自閉症譜系障礙，這也是蕾西最後一次有就醫記錄。2010年，夫婦二人曾向醫生諮詢過閉鎖綜合症的相關問題，卻並未帶蕾西前往就診，因此沒有任何確診記錄。
更令人細思極恐的是，若蕾西真的全身癱瘓，無法动彈，她胃裡的沙發、海綿、排泄物又是如何進入的？難道是餓到極致後的本能行為，還是有人刻意為之？其次，希拉聲稱每天陪女兒在布滿蛆蟲和排泄物的沙發上吃飯睡覺，這與她精致主婦的形象截然相反，一個能將房屋外牆草坪打理得一絲不苟的女人，真的能忍受如此骯髒的環境嗎？辯護律師的說法被外界質疑毫無職業底線。再者，那些為夫婦二人擔保的親友教友在信中只強調他們愛女兒，卻沒有任何具體事例支撐。記者走訪這個僅有800多人的小鎮時發現，大多數支持者都避而不談，而願意接受採訪的鄰居與校友則透露了一個驚人事實：他們與弗萊徹家做了10幾年甚至20年的鄰居，竟從未知道這家人還有一個女兒。一個活生生的人就這樣被藏在屋內12年，無人知曉。警方還發現，蕾西被曝死亡的時間是2022年1月3日，而就在案发前的周末，弗萊徹夫婦竟外出進行了一場為期3天的新年旅行。若他們真的如所說般疼愛女兒，怎會將一個雙腿蜷縮、無法動彈的人獨自留在家中3天？以他們的經濟條件，難道連一名全天候看護都請不起？更讓人難以想象的是，蕾西身邊僅有一小袋薄荷糖，她究竟是靠着什麼，在這樣的絕境中維持了數年甚至10幾年的生命？庭審中，檢方拋出了最關鍵的證據，那通911報案電話。電話裡口口聲聲說愛女兒的希拉，被問及女兒年齡時支支吾吾，最終竟說蕾西31歲，與實際年齡36歲相差整整5歲。一個母親怎會記不清女兒的年齡？更蹊蹺的是，報案電話開頭的對話，以及夫婦二人聲稱的為蕾西做心肺復甦的說法。一名退休法醫直言，以蕾西當時的身體狀態，皮膚與沙發粘連，骨頭外露，早已死亡24至48小時，根本不可能進行心肺復甦。電話裡的聲音也絕非施救時該有的狀態。這樁離奇案件震驚了全美，也讓大陪審團高度重視。2023年6月，大陪审團在審查所有證據後，決定對弗萊徹夫婦重新提起訴訟。要知道，能讓大陪審團再次起訴的案件實屬罕見，足見這對夫婦的行為有多令人髮指。2024年2月6日，弗萊徹夫婦為了換取從輕判決，決定對審判不提出異議。檢方則將罪名從2級謀殺降至誤殺。原本2級謀殺罪最高可判無期徒刑且不得假釋，而誤殺罪最高刑期為40年。最終2024年3月20日，法官裁定弗萊徹夫婦誤殺罪名成立，判處2人20年监禁。一樁12年的人间慘劇，最終以20年刑期落下帷幕。這個名為屠宰小鎮的地方，也因這起案件被永遠釘在了輿論的恥辱柱上。而那個被囚禁在沙發上，在黑暗與絕望中凋零的女孩蕾西，她的遭遇至今仍讓人不寒而栗。